怀玉妖乱，苍生苦；人心沟壑，胜千峰。收尽群妖，安四海。南防众口，复英雄。话说那一夜，万灵之主孤身立于云巅，却被天下正道千夫所指。萧逸，我奉宗门之命前来诛杀你这祸乱苍生的万灵之主。你我同门多年，你当真认不出我萧逸是什么人？我只信亲眼所见。今日之后，你我恩义两清。若有来世，我萧逸定不会放过这些为善之人。我重生了。也是。难怪浑身无力。前世那群满口正道的伪君子，围剿屠灭我萧家满门，亲手震碎我周身经脉。他们拼尽全宗之力围剿于我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头好痛，很多事记不清了。糟了，偏偏在修为境会最弱之时。撞上一头成如其妖狼！祖传至宝万灵图鉴，绝境解封，界灵全线开启，借万灵之力，成雷师神威！小黑，这是我自己做的药膳馒头，我看你受伤了，吃了快快好起来，以后就换你保护我哟。原来如此，这卷轴收录的从来不只是纯粹的万灵之力，每收录一尊妖兽，不仅能化其灵为战灵，尽数继承他的毕生神通与修为底蕴，更能窥探他生前最深、最执念的一段因果过往。没想到，这古剑不仅重塑我的灵脉，竟还能将妖兽神通化为己用。没用的废物，乖乖在底下探路，找出灵脉宝物，死在这妖窟之中，也是你活该。看来是这副身体残留的记忆。狗东西，竟敢拿活人做妖兽诱饵！等我上去，你们一个都跑不了。你刚才是在叫我吗？你什么时候上来的？现在，该你自己尝尝这种绝境滋味了。我的腿断了！
别过来！别杀我！今夜山静无凶，村子里倒是安稳。那小娃娃心善，又偷偷塞了药膳馒头，带回去给仔仔尝尝。怎么会这样？刚才那是暗影狼的记忆，那个被他击挂的小娃娃又是谁？杀了你，连半分灵气息、半点技能都未曾吸取。废物！赵队长不在，都打起精神。这群暗影狼狡诈得很，群居出没，切莫落单。只要屠尽狼群，找到灵脉，咱们整个猎兽队从此飞黄腾达。宗门修士除妖护道，造福凡俗，这是天赐机缘啊！晚辈清明村猎兽队在此围剿妖兽，还望仙长出手相助，除此狼患。求仙长妖兽，我等愿为仙长开路，效力奔走。无妨，除妖卫道本就是我青云宗本分，尔等退后，莫要被妖兽煞气所伤。此地藏有灵脉的消息，知晓者越少越好。这群凡俗猎户既是累赘，更是隐患，绝不能留。多谢仙长出手，不知仙长可否告知灵脉所在？我等也好。仙长，您这是为何？为何？山野凡夫也配觊觎山林灵脉？今日之事，知晓者必死。暗影狼常年盘踞灵脉周边，身躯早已浸染灵气，浑身全是可售卖的宝贝。区区山野猎等灵脉，灵气稀薄，浪费我等专程下山一趟。罢了，聊胜于无，也算不虚此行。狼兄，我的狼兄！我等与世无争，守山安居，尔等人类贪得无厌，竟敢屠我族群，害我手足！赵虎说妖窟下面藏着灵脉宝物，可我找遍整座洞底，除却乱石枯骨，再无他物，哪里有什么灵脉宝物？小易，你这种半死不活的废物，能混进猎兽队，已经是我们大发慈悲。小易，疼就说，别硬扛。小易，看来这具原身与这山村之中的人素来相识。小易，你怎么还敢站在路中间？不要命了！姑娘，这般拉拉扯扯不太合适吧？你摔傻了？以前你被赵虎他们揍完，从来都是哭着跑来找我上药，什么时候跟我这般生分过？姑娘自重。有人来了，先跟我走。嘘，别说话，藏好。我记得之前青云地界素来安稳祥和，为何近来频频滋生妖兽祸乱？昨夜山间妖兽无端袭村，这场祸事来得极为蹊跷。
偏偏村中猎兽队全员外出，无一人留守。村长一早派人出去寻人，直到现在，除了你，出去的人一个都没回来。这是赵虎的烈风长鞭，路上捡的。不可能！赵虎把这条鞭子看得比命还重，怎么可能随便丢在路上让你捡到？赵虎日日贴身带着，就连睡觉都抱在怀里，比疼惜亲娘还要上心。你到底是在哪条路上捡到的？村子前面的黑风岭。猎兽队是不是出事了？他们是不是把你丢进黑风妖窟探路了？你怎么知道？昨夜我偶然听见他们私下密谋，说要拿你当诱饵，送入妖窟探查灵脉。我拼命赶去崖口的时候，你已经坠下断崖，不见了踪影。没事。这还叫没事？我还活着，但他们未必。糟了！这是迷灵散，专门扰祸感知，能暂时乱他的嗅觉。你会用药？不过这寻常药粉对妖兽真的能有吗？我试过，对山中凶猛野猪很管用。妖兽冲过来了！猎兽队呢？他们昨夜不是进山除妖护村吗？怎么一个人都不见？快走，趁他受阻！你个臭娘们儿！小姨，你……赵虎这破鞭子当真不堪用。眼下旁人众多，手法之力暂时还不能暴露。有了。大块头，看这边。村民经不起他一掌，我来引开他。小少，回来！带他们进药炉，锁门，别出来。那你呢？你要去哪里？我去遛遛这头笨猴。煞影潜行。渺小蝼蚁也敢戏耍本源！这孩子竟一个人把妖兽引走了。不知死活的小东西，一路逃窜，可敢停下与本源一战？本想突进全村，为我一堆狼兄复仇的。既然你执意找死，我便先掰碎你的四肢，让你亲眼看着自己血肉成泥。狼兄，
我自入山以来，仅斩一头暗影狼，从未伤及其余妖兽。你口口声声说复仇，缘由从何而来？还敢装傻充愣！我一众狼兄尸身尽数横陈于你们清明村外山林，不是你们人族所为，还能是谁？既然你不肯听半分解释，那便无话可说。更何况，你先前闯村伤人欲屠尽村民在先，本就是你凶性作祟，祸乱一方。既是你先不存善念，今日便别怪我手下无情。恰巧这里没人，终于不用藏了。狼兄的仇，今日我一定替你讨回来！挂上这个，往后我们就算认得彼此了。凶手没了，山里彻底安静了。那害人的太躺巨猿定然是被斩杀了，咱们全村安全了。是猎兽队的小玉回来了，是小玉孤身斩杀凶手，救了我们全村。平日里看着他身形孱弱，性子寡言，在队里向来不起眼，谁能想到竟藏着这般通天彻地的本事？扫把星，邪魔妖孽！我儿的鞭子为何在你身上？是不是你害了虎儿，还出卖了猎兽队？没了猎兽队，日后谁替我们进山守山，清妖除害？猎兽队常年进山除妖，从未出过全员殒命的差错，偏偏这一次，所有人都没了音讯，唯独你从九死一生的黑风岭完好归来。黑风岭妖煞密布，凶险万番，从古至今，从未有人能从里面全身而退。他不仅安然活着回来，一身实力还突然暴涨至此，是吗？以前的萧玉就是村里人人可欺的废物，孱弱怯懦，毫无本事。如今战力滔天，瞬杀巨猿，这般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分明是暗中修炼了邪术。小易，老夫念你土生土长，但如今猎兽队全员失踪，你孤身归来，身上还持有赵虎贴身遗物，嫌疑滔天，无从辩驳。你若当真清白，便带队重返黑风岭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若是寻不到猎兽队踪迹，便证明你心怀邪祟，祸乱山村。今日全村上下除你祸根，以绝后患。你们休要颠倒黑白，恩将仇报。昨夜根本不是萧逸的问题，是猎兽队一众人心术不正，贪念作怪，将萧逸推入黑风岭妖窟喂妖兽，是他们先行作恶，蓄意害人。是萧玉拼死从妖窟活下来，又孤身引开巨猿，拼死斩杀凶兽，救下全村性命。你们如今安稳立足，转头就污蔑恩人，良心何在？老丫头，竟跟他娘越来越像了。
药丫头，你年纪太轻，心思单纯，分明是被这邪魔歪道蛊惑了心智。他一身力量诡异莫测，最是擅长蛊惑人心。不必逼我，我自己去。黑风岭层层迷雾，狼群覆灭，巨猿复仇，猎兽队全员殒命，处处透着蹊跷诡异。我倒要看看，这黑风岭与清玄村到底藏着何等纠缠不清的渊源。一股腐烂血腥味儿，应该就在附近。这到底发生了什么？猎兽队全员死在此地，还有这么多狼尸，竟然都被屠戮了！这些是小黑的族人，是黑风岭的暗影狼。小黑，你认识他们？3年前我进山采药，误入黑风岭迷雾迷路，夜色渐深，凶兽四起，我险些丧命。是一头黑毛暗影狼引路，驱散凶兽，一路将我护送出山里，送到村口。之后我每次进山都会带药膳、馒头、干粮放在狼穴附近。小黑性情温顺，从不伤人。这些幼狼也乖巧安分，从不出山作乱。他们常年驻守黑风岭，为村子驱避凶兽，世代护着清明村，从未伤过村民性命。你们快看，这是青云宗的腰牌！定是青云宗修士进山除妖，斩杀了这群害人的妖狼。难怪猎兽队会全军覆没，竟然是这些恶狼凶狠反扑，才酿成了这般惨祸。不对，绝不是这样。小黑性性纯良，温顺守山，根本不可能主动伤人。事有蹊跷，此地暗影狼世代安分守山，从未作乱伤人。妖兽却偏偏屡次针对青云村发难，一桩桩一件件，处处都透着诡异。方才你提起青云宗，不知这宗门与你们青云村有何渊源？放肆！区区凡人，也敢随意直呼青云宗名讳？多谢诸位上仙出手进山除妖，护我山村安宁。想来你们也知晓此件变故。我问你们，方才可有人捡到我宗门遗失的腰牌？这声音，我好像在哪里听过。上仙，腰牌在这儿。小玉，你不会真摔傻了吧？连青云宗都忘了？早年青云宗有一支分支常驻黑风岭，门下弟子各司其职，镇守此地，守山御兽，护溪润田，镇压地脉邪祟。但凡山间有天灾异动、邪煞滋生，他们也会提前示警，护佑一方安宁。这青云宗竟有这般坐镇山野、镇邪护地的能耐。我可怜的虎儿啊！你定是为了守护村子，才惨死在妖兽爪下。照顾这孩子是为全村安危牺牲，尽了本分，不枉猎兽队队长之名。宗主，昨日黑风岭暗影狼群已被属下尽数清剿。属下于山中搜寻一日，仅寻得一处普通山林灵脉，其余便是品质低劣的残次灵源，无莫大用。行事全程，可有被外人察觉端倪？昨日仅有山脚下青村的猎兽小队撞见踪迹，为杜绝后患永绝口中，属下已将小队众人尽数灭口，无人留存。怎么了？回宗主，并无其他意事。往后在外行事，务必步步谨慎，不留半分破绽，绝不可坏了宗门大计。宗主，属下还有一事禀报。属下归来前曾探查清明巨猿袭击，该村果然人马赶至现场，巨猿灵脉已然不知所踪。属下以内力遍查整座黑风岭，原本盘踞此地的大地灵脉也凭空消失无踪。哦，依你所言，
这深埋地底、稳固多年的天地灵脉，还能自己长腿逃走不成？属下不敢欺瞒宗主，所言句句属实，绝无半分虚言。一群没用的废物！灵脉流失，凶兽遁逃，区区小事尽数被你们办砸！即刻派人彻查整座黑风岭及清明村周边，就算掘地3尺，也要将大地灵脉给我找回来！为上仙饶命！老朽一介凡夫，不敢忤逆宗门分毫。若是村内有哪个好处做得不妥，冲撞了上仙，老朽代为赔罪，求各位上仙开恩，放过青云村一众老小。无需惺惺作错。你清明村私藏大地灵脉，暗中庇护山野妖兽，直无宗门千年大计。今日村中所有灾劫祸端，根源尽属在你们。求饶，救不了你们。从今日起，青云宗会日日堵你村中水源，灵脉一日不现，毒祸便一日不止。纵使举村迁走，青云宗也能千里追到。敢泄露半个字，不只是你，全村都要陪葬。这已是巨猿第3次闯村作乱了。罢了，先缓缓，稍后我们再动手修缮房屋，重整村落吧。是天谴，这全是上天降下的天谴啊！妖兽连年作乱，巨猿屡次闯村伤人，河水莫名变势，村内疫病蔓延，山间山洪频发，无一日安宁，是我们清明村触怒天威，惨遭上天惩戒了！小丫头，快些回药王熬制安神定境的汤药！村长这是心神大乱，失了心智。你们先照看好村长，稳住大家，我这就回去煎药。青云宗世代镇守此地，号称可预知天灾，镇压地脉邪祟，护有一方安宁。可如今灾祸连绵，他们却隐匿无踪。小易，还愣着做什么？快随我来。药炉的水用完了，我得去远处山泉挑水。村口便有河道流水，为何要舍近求远？村口河水早已被污染，污浊寒毒，人畜但凡饮用，轻则染病，重则殒命。这几年，村长频频催促，带着全村数次迁徙，反复重建村落，只为避开灾厄。可即便一次次牵纸避祸，灾祸从未见绝。村内疫病一年比一年猖獗，庄稼成片枯死，就连山洪也比往年频发数倍，次次都直冲村落而来。村里人将这场水源灾劫归咎于妖气污染，可我常年采药辨气，熟视药性，早已察觉不对劲儿。这水里裹挟的根本不是妖力之气，而是日积月累、层层沉积的药毒。药毒？你别这般看我，我向来本本分分，行医救人，悬壶济世，绝做不出祸乱全村的阴毒之事。村落偏僻山野，寻常山间草药足以自给自足，这般逐年沉积，能污染整条河道的厚重药毒，绝非普通野草药性所能积载。你这些稀缺配育的药材从何而来？皆是亲自入山采摘，可若是遇上稀缺的配对药材，便只能远放京城大药铺采买。水中层层沉淀的阴寒药毒，绝非山野偏方所能调配，这分明是宗门的制毒路数。可放眼这地界，唯一精通丹毒秘术，能布下这般常年毒局的，也就只有青云宗。青云宗，扶摇，带我去京城药铺。就是这里了，京城属他药材最全。是青云宗的人，他们竟也在此采买药材。不对劲，正道修行讲究固本培元，最忌阴毒侵体，这些药材毫无注意，长期配伍使用，只会侵蚀灵根，紊乱周身气息。
气息越来越浓了。这位道友，请留步。小姨，药材我都买齐了，可以走了。小易，等等，你方才叫他什么？他唤的是我小名，小易。我曾有一位结拜兄弟，名唤萧玉，方才听闻称呼相似，想来是我听错了。不知道有师从何处，隶属哪一宗门？在下无门无派，只是山野散修。一介山村散修，体内竟潜藏山林灵韵、大地灵脉气息，即便青云宗内门天才也未必拥有。原来如此，是我唐突了。方才柳圣子眼神格外凌厉，你们当真认识？素未谋面。我们快些回去，村长还等着汤药救治。黑风岭寒潭妖龙作赛，污水蔓延村域，祸及全村人畜。我青云宗慈悲济世，决意抽干整条河道，缉拿水妖，彻底根除此地祸乱。宗主说了，凡自愿出力随队治水抽水的村民，宗门尽数奖上灵石，赠予丹药，有功有奖。丹药，那我的孩子有救了！诸位乡亲，青云宗仙长心怀慈悲，济世救民，只要抽干河水，斩杀水底妖龙，咱们清明村便能永绝灾患。所有人随我一同治水除妖。可笑！水妖出现了！各位上仙们，快抓住他们！你胆敢放肆！小叶，孩子撑不住了，求求你救救他们！冤有头债有主，可孩童无辜。你躲好，我去接孩子。姚丫头，别怕，你母亲昔年与我有恩，今日我纵然祸乱人间，也绝不会伤你分毫。都是你，是你害死我儿，害全村遭难，你陪我一起死！小丫头被水里妖龙卷走了。世人皆负我，今日我便屠尽虚妄人间。旱地崩月，见育人神为。是你，当年救我的一直是你，造孽呀！击败灵泽羽龙，收服战灵，继承神通，覆水滔天。不愧是水系灵族的本命神通，若是全力施展，控水为刃，巨浪成墙，哪怕引动江河道观，皆不在话下。扶摇！
看来还死不了。奇怪，方才我被水龙卷入河中，深水团集，煞气刺骨。我本以为必死无疑，可它并未伤我，反而引动水流层层护住我，将我安稳拖在水中。青云宗仙长说了，此龙日后必成大妖，吞噬百里生灵。今日剥离除患，是为民除害。走，快走！再不走，他们真的会杀了你！就是他放走妖龙，抓住他，严惩妖女！你怎么了？20年前，有一个人救过这条水龙，和你长得很像。陆伯，你是不是知道什么？我什么都不知道。陆伯，你说还是不说？我年轻时听过一些旧事。我有娘亲，对吗？她叫沈清怡，是寒潭边的摆渡姑娘。后来呢？后来，她被沉塘了。当年的清寻村还未迁到如今的地界，族人世代依寒潭河水而居。沈清怡姑娘是寒潭边唯一的摆渡人，无父无母，孤身守着一艘旧船度日。她明明心地至善，为何会被冠以妖女罪名，落得沉塘惨死的下场？只因她救了那条水龙。谁说她是妖女？是青云宗。20年前，青云宗入驻黑风岭，管辖清明村，称寒潭水龙即将化妖出世，屠戮百里生灵，打算活生生剥去龙灵，献给青云宗，换取机缘。那年深冬，雪下了3天3夜，这寒潭的水比冰还冷。一个怀着身孕的女子被指通奸，进了烛龙。他们说这是族规，他被装进这烛龙，沉了塘，从此再无人提起。所以水龙连年作祟，怒祸村落，从来都不是无端妖乱，是为我娘讨还公道。那是前人造下的滔天罪孽，不该牵连我们后辈啊！原来如此。怪不得水龙拼尽一切也要护住扶摇。我背着这个秘密苟活了一辈子，我总以为忍下去就能保住村子，可到头来我是引狼入室，害了全村。我不是疯，我是被他们一步步逼疯的。他们说青营村私藏灵脉，庇护异兽，阻了他们的路，不过是为了掩住他们那些见不得人的脏事儿。青云宗所谓镇守山河、除妖护民，从头到尾都只是一场骗局。今日村落祸乱，异兽含冤，凡人蒙难，皆出自他们之手。青云宗罪无可赦。孩子，我苟活半生，只求你替我揭穿青云宗那张伪善的脸，为含冤的灵兽、枉死的清溪姑娘、受难的村民讨回公道。这笔公道，我替你们讨回来。想要查清宗门大计的真相，便要去往青云宗势力盘踞的京城。此前我和扶摇在京城同德大药铺撞见青云宗修士采买阴寒毒药材，那些药材绝非修行所用，一切阴谋的开端或许就藏在京城药行。上一次尚能维持盛年数月，如今药力竟衰退得如此之快。世人皆说生死有命，所谓天命，不过是弱者无力反抗后的借口。区畜生，生前逃不过本座掌心，死后也只能化作本座的养料。最初一枚尚能维持数年，后来却只剩1年数月，如今竟只能勉强维持极短时日。狼筋、远古、龙鳞，只能让我短暂返灵。只有万灵之主的血，才能补全最后一味主药。届时，便不再是苟延残喘，
而是真正长生。姚丫头，清明村上下世世代代都对不起你娘亲。宗主，手下传信归来，清明村那名唤小易的猎兽队少年夺走了灵泽水龙的灵脉。君儿，你此前亲口向我禀报，已将清明村猎兽队尽数清无一活口。如今看来，你也学会欺瞒本座。弟子不敢。如今就连最后的灵泽水龙也尽数被人夺走，3处天地灵脉悉数流失。萧逸，小逸，柳群，你当真觉得世上有这般巧合的怪事？会不会，当年死去的人，真的回来了？站住！你身上妖气极重，区区山野散修，身上怎会缠有数种妖兽杀气？今日京郊关粮车队接连被毁，妖物夜夜作乱，你偏偏在这个节骨眼入京，未免太过凑巧。我们只是途经入京，你关粮被毁与我们无关。人杀人，我杀人；妖杀人，我杀妖。你若私通妖兽，沾染妖邪，我照斩不误。哦，那造妖之人，你如何处置？哼，一派胡言！世间何人有这般通天能耐？大人，玄甲青牛现世，他正在创建第3座粮仓。你2人就地等候，待我斩妖归来，再细细盘问。玄甲青牛，我倒要看看这头作乱妖物究竟与青云宗有何牵连。跟紧我，一同去。又是他！短短数日，第3座粮仓被毁，这孽畜究竟意欲何为？大人，与前几次一般，妖物只拖走了甲字号粮袋，其余粮食分毫未动，完好无损。这些甲字号粮袋封口并非普通麻绳，而是药铺专用的防潮银线。银线敞口，这般封装通常用来存放何物？药性烈毒的药材、秘制毒物，或是宗门丹药。木根，困住他！这畜生的皮甲与毒力竟比往日更强。他发现我们了。人呢？对不住，被撞见了，终究解释不清。这下没人打扰了。击败玄甲青牛，收服占领玄甲青牛，继承专属神通玄角破军。青伢子，你守着这片药田，我守着村里的人，咱们各守各的，谁也不欠谁。各守各的，谁也不欠谁。可你守到最后，忠心护上，却成了世人唾弃、宗门栽赃的妖物。我怎么突然睡着了？青牛呢？
我打晕了你们，顺手解决了他。你一个人杀的？我好端端的，怎么会突然昏迷？此地毒气流窜，你体弱，不慎被毒气熏晕了。粮袋里装的居然全是药材，世人皆说妖牛毁仓盗粮，原来他夜夜作乱，偷的从来不是粮食，是药材。小满，药放门口，不是偷药，是送药。有人在暗中遍地下毒，他拼尽残生，是在默默解毒救人。你如何知晓这些内情？方才是他亲口告诉我的。他亲口告诉你，你竟能听懂妖兽言语？眼下不是纠结此事的时候。你方才说妖牛数次毁仓，拖走的全是甲字号粮袋。没错，3座粮仓接连遭毁，被拖走的无一例外全是甲字号粮袋。我此前一直以为是贵重军粮，如今才知晓，内里尽数是药材。这些药材药性阴寒持骨，配味相生，毒性极为霸道，其毒理路数与青面村河水沉积的丹毒完全一模一样。你能确定？我10年采药辨毒，绝不会认错。这种阴毒最为阴狠，潜伏体内日积月累，短则数月，长则3、5年，便会腐蚀经脉，错乱神志，最终浑身溃烂，不治而亡。如此说来，这头妖兽屡屡冒险毁仓，偷走剧毒药材，他费尽心力，要这些毒药做什么？他不是偷毒药，他是在抢解药。你们亲眼所见，他对其余粮袋视若无睹，唯独执着于甲字号，因为他清楚知晓，这些特制粮袋里装的是能制衡天下阴毒的解药。而且这批粮袋全是银线封口，是京城顶级药铺专属的封装手法，专门用来封存烈性药材与秘制解药，寻常药材根本用不上这般工序。可他不惜生死，屡屡犯险，将药偷走，究竟送往何处？小满，京城里定然有一个叫小满的人，看着字迹稚嫩歪斜，这个小满多半是个孩子。京城最底层有一处弃民巷，那里聚居的全是试药失败被太医院驱逐的穷苦百姓。是药？是什么药？长生丹，由太医院与青云宗联手秘研，常年招募京城贫民无偿试药，试药成功者寥寥无几，绝大多数人都会经脉尽毁，肉身溃烂，神魂受损，最终被强行驱逐出城，困死在破败的弃民巷中，苟延残喘。甲字号药袋，阴线封藏，弃民小巷，无名小满。这头青牛耗尽毕生性命，拼尽一切也要拼死守护的地方，到底藏着多少肮脏罪孽？这里的人为何如此惧怕我？他们皆是试药失败的受害者，被生生折磨成了这副模样。小妹妹，你是小满吗？你们是谁？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别怕，我们不是坏人，是一头大牛，让我们来寻你的。大牛今天没来，他从来不会知道的。大牛以后或许来不了了。他是不是生病了？我知道他病得很重。小满，大牛乙送来的药，你们都喝了？喝了，我就知道他一定病得越来越重了。他体内毒根深扎肌理，经年不散。若非青牛一次次送药压制毒性，他根本撑不到今日。这是大牛留给你的，他说药放门口，记得泡水。大牛是好人，不是世上最好的牛。官爷饶命！我们安分守己，从未犯法。我不抓人，我只问你，甲字号药袋是谁送来的解药？是太医院的许大人。从前每月都有人送解药来，后来忽然断了供给，再往后就是那头大青牛夜夜冒险把药送来。许大人，全名是什么？许
徐鹤年是太医院的丹正大人。毒渣排入药田，自有水土消解。只要不伤京城百姓，便无伤大雅。许鹤年，金刚虎骨，好一桩逆天长生丹。裴监察使，玄甲青牛从不是天生妖物，而是被人刻意炼成的毒源。太医院将试药费招尽数排入京郊药田，青牛守田数年，吸纳无尽剧毒，最终被毒素活活吞噬，沦为世人唾弃的妖兽。而一手操盘此事的人，太医院丹正，许鹤年。甲字号药袋，系民向灾民，是药残者，青牛舍命送药，所有线索尽数指向太医院。那张单方，我们必须找到。我们先去青牛生前守护的废弃药田，那里或许还藏着关键证据。大牛，你一定很疼吧？整片药田都被剧毒浸透，绝非短期积累，起码有数十年持续倾倒毒渣。京郊药田归太医院直管，本该培育良药，怎会沦为剧毒死地？因为他们从没想过在这里培育。填埋场，此地明明在册为官属药田，明面中药掩人耳目，暗中常年埋毒排污。许鹤年将长生丹试药，失败的剧毒废资尽数倾倒于此，以药田水土缓毒，以青牛深深镇毒，一手造就了这场祸事。试药失败的无辜平民，被驱逐至弃民巷等死。太医院对外粉饰太平，谎称试药皆愈，功德圆满，层层遮掩，桩桩算计。我兄长当年奉命追查妖兽伤人案，行至半路，莫名惨死官道。我彻查3年，毫无头绪，所有人都一口咬定是妖兽行凶作祟。如今想来，他哪里是死于妖兽之手，分明是查到了旁人拼命遮掩的秘辛，被人灭口。甲字号药袋，每月初5送入弃民巷，3副解药，温水送服。别闹，我在替你记着。日后我若是调业处，这些事总得有人记得。金刚虎骨，只要配上金刚虎骨，药力便能突破瓶颈，成就长生丹。青伢子，再帮我守几年，等我炼成长生丹，定然治好你一身剧毒。你看见了什么？许鹤年最初并非卷然弃民救乡的解药，最早是替他监制派送。青牛生丹的诱惑太过灼人，诱惑滔天，让他彻底忘了初心，忘了为何辟田，为何养牛，为何救人。金刚虎骨，他们下一步要猎杀金刚虎。金刚虎，万寿斗场。此前有人上报，京城地下斗场常年关押一头成年金刚虎。青云宗对外宣称此虎是乱世妖祸，囚于斗场以儆效尤。一头青牛被毒成妖，耗尽性命尚且不够，如今他们又将歹念打在了金刚虎身上。万寿斗场在哪儿？我带你去。从前你守尽一方水土百姓，如今有人替你清算公道，讨回冤屈。大牛，你可以安息了。又是你！你来弃民巷做什么？你身上的妖气比之前更重了，巧合而已。谢谢你告诉我大牛的消息。探手扣铃，提拉纹身，每一个动作，每一分力道，分毫不差。不可能，他明明早已死在宗主剑下，绝无生还可能。
他满身伤痕，不知被囚禁了多少年。整整15年。妖虎陀龙，快解阵！他方才明明能一口咬断你的脖子，为何收手？他认得你，你胡说什么？他囚笼15年，一朝脱逃，不先逃命，反倒屠戮青云修士，捣毁宗门分堂，天下皆可杀，唯独对你下不了手。我不杀你，我只想知道你是谁。你天资心性，样样不及萧逸半分。小老虎，谢谢你陪我，我一定会回来看你。原来当年陪我的那只小虎，是你。15年囚笼，他日日受刑，日日刻我性命，等了我15年。当年他赠我虎牙，我许诺归来，却随柳长生修行，渐渐将他遗忘。后来宗门围剿虎族，柳长生凭这枚虎牙找到族群宗宗，我明知真相，袖手旁观，甚至亲手参与了围猎。他想让你亲眼看看，你走之后，他们一族遭遇的所有屠戮。是我害了你全族，对不起。他从没想过报仇，他破龙弑杀，大闹宗门，倾尽一切，只为引你现身，只想让你记起他。若是当年我没有收下这枚虎牙，是不是一切悲剧都不会发生？你错了，没有这枚虎牙，柳长生依旧会找到虎族，你只是恰好给了他围猎的借口。你在替我开脱，不必自作多情。等等，你方才救小满的动作是当年一个叫萧逸的人教我的。他说，救人要稳，手要快，心要定。清明村，小逸。断魂阵，开！你既能收尽天下万灵，我便让你一头不剩。柳长生！原来如此，我每收复一尊核心战灵，封印便碎一层。我遗失的记忆，便是这般一点点归来。师父当年骗我，说杀妖可救万民，我信了15年，到头来才知，他猎杀妖兽炼长生丹，自用延寿，余下劫数倒卖权贵，从未用半颗丹药救济众生。你可知他下一具猎物是谁？京城外的守护青牛。
他已经死了。柳长生晚了一步，青牛角在我手中。暗影狼、巨猿、水龙、青牛、金刚虎，他是以万灵之命许自己长生。你真以为他是吃了所谓丹药才得以保留容貌的？我见五族的，早已还不清了。金刚虎救回来了，死了。斗场大乱，金刚虎连毁3部分堂，死伤惨重。上头限期查办，我根本扛不住压力。不用查了，万寿斗场由青云宗外武堂掌控，专门筛选强悍妖兽，输送太医院供柳长生炼药。历年妖兽尸身皆记账转交太医院火化，火化是假象，五谷、狼筋、龙鳞、牛角尽数入了丹炉，化出权贵长生药。原来这些妖兽身死，连尸骨都不得安息。只差最后2步，寻完整丹方，揪出背后权贵买家，丹药最终流向何处？长生宴。柳长生年年会举办长生宴，宴请京城3品以上权贵与宗门首端，谎称丹药由灵药精华炼制，实则每一粒都是妖兽与噬药百姓的性命堆积。半朝权贵皆在服食妖命丹药。突破口在许鹤年，完整丹方便是柳长生的命门。太医院丹房布有重禁，寻常人无法靠近。青云宗圣子是唯一可同行之人。我去，明夜子时，丹房取放。我在外接应。若是我明日没能活着出来，你不会死，便让这颗虎牙替我看着往后的一切。柳圣子深夜到访，可是宗主有令？你早料到我会来。金刚虎脱龙那一刻，我便知瞒不住了，只是没想到来人会是你。交出完整长生丹丹方。你可知这张丹方浸染了多少性命？暗影狼、巨猿、水龙、青牛、金刚虎，每一行字都是一条亡魂。你拿走之后，打算如何收场？终止这场屠戮。柳长生与半朝权贵岂会容你断了他们的长生路？京城10至6、7的高官皆服食过此丹，有人为他遮罪，有人为他压下尸瑶命案，甚至有人亲手送活人入丹房。你查的从不是一人，是半座京城。你当年曾给弃民宿送药救人，还记得自己的初心吗？我最初的确想救人，可沉溺长生炼药日久，终究忘了初心。拿去吧，每一味主药皆对应一条妖命，最后一味你自己看。万灵之主，他要猎杀统治万灵的血脉炼丹。正是，柳长生靠吞噬妖灵本源续命，可妖力终有枯竭之日，唯有炼化万灵血脉，方能成就不灭长生。所以萧氏满门被屠，从不是宗门纷争，他从一开始就是为了猎杀萧氏万灵血脉。中计了！柳长生在你身上下了追踪符。圣子寻私叛宗，窃取丹方，宗主有令，格杀勿论。你果然来了。万灵之主灵血，你身上有金刚虎的煞气，还有青牛水龙的灵犀，原来你就是统治万灵的那个人。难怪柳长生执意要寻你的血脉，你才是他长生丹的最后一味药引。小易，真的是你，你回来了。当
当年他屠戮萧氏满门，从不是宗门纷争，对不对？是与不是，如今已然无关。长生宴，他倒是挑了个绝佳的好日子。启明巷那个盲女小满，她还活着吗？活着。玄甲青牛数年如一日，夜夜送药护他性命。你亏欠青牛，亏欠启明巷的债，此生无以为偿。好好护着那个孩子，算是你仅有的赎罪。不过是潜心苦修，略有小成罢了。诸位赏脸赴宴，便是刘某之幸。柳宗主年年容颜不老，修为深不可测，实乃我等修行之人的楷模。今年的延寿丹，诸位自取便可。满殿衣冠权贵，贪慕长生，蚕食万灵性命，罪无可赦。诸位暂且安坐，今日本座为大家准备了一出好戏。万妖邪主萧逸归来，挟万灵炫州闯入宗门，私放万妖，祸乱人间，欲倾覆天下。又是这一套栽赃架挂的手段。青云弟子听令，皆诛邪大阵。此子炫妖祸事，今日必诛不赦。人妖自彻他胆。柳长生私军妖兽，炼制禁丹，草菅人命，证据确凿。青云弟子执迷不悟者，一律按同谋论斩。举炼！你们追随柳长生多年，助他犯下诸多恶业，今日这笔旧账该清了。好得很。既然你们执意护他，那便一同赴死。你说我吞妖炼丹，今日我便让你亲眼见证。待我炼化万灵之土，世间再无人能阻我长生大道。区区几头孽鼠之力，也敢与本座争锋？法相体型庞大，力量虽强，转换之间必有死角。先失你耳目，再断你根基。藏头露尾，滚出来！找到了。暗影狼的速度用来抢位置，泰坦巨猿才是用来破你法相的力量。妄图以蛮力撼动本座法相，痴人说梦。六臂分饰，四掌齐出，你的悬空之力还能稳住几分？太唐神通，撼地！借水遁形，可笑。水尽则枯，本座倒要看看你还能藏往何处。谁告诉你我入水是为了逃？烈焰蒸水看似断我神通，可水本无常情，江河是水，云雾亦是水，灵则神通，聚水成泽。给本座去死！你总算肯抓住我了。狼影是你感知，泰坦镇上灵纹，水龙则引你六臂进出。如今你法相显露的每一道灵纹，
都已引入灵水。此刻的你，周身灵纹皆可为我所用。灵泽神通，暗流震脉。倒是有几分心机，可惜修为之差，并非这些布局便能弥补。万灵之力，终究逃不过本座掌控。萧逸，那颗黑狐正在吞噬地底灵脉，斩断灵元，法相变成无根之木。给我断！15年教育，功法、丹药、圣子之位，本座从未亏待过，到头来已经为一个妖邪背叛师门。教导是假，豢养是真。你灭金刚虎一族，杀我故交，封我继业。在你眼中，我与那些被你囚禁的万灵一样，不过都是可供利用的牲畜。孽徒！柳军已经断了你的灵元，接下来便轮到我拆了你这副空壳。寻常一击破不开护体灵光，那便百步叠式，集中一点，玄甲神通，百步破军。不可能！你怎可能同时承受如此多的万灵之力？你错了，他们从未受我驱使。我承其形，负其愿，继其神通，以替其讨回公道。此子携妖闯宴，弑杀柳宗主，毁坏青云山门，纵妖祸乱京城，一有倾覆，大衍国所，罪该万死！三爷散修，弑妖行凶，滥杀正道高手，今日不诛，天下难安。我等身为朝廷命官，绝不能容忍妖邪横行。这妖司何在？速速擒杀此了！柳宗主死了，是他杀的。是他放出妖兽，要毁了京城。你们都错了，柳长生才是祸乱之源。他囚禁妖兽，炼制长生金丹，抓捕平民是要害命。弃民巷数百无辜之人，常年被丹毒折磨，求生不得。你们争抢的长生丹，每一粒都是妖兽与凡人的性命。周大人，不能让他继续说下去。丹方药田是药命案一旦曝光，我们所有人都难逃罪责。一派胡言！区乡野医女，不学无术，竟敢在此造谣惑众，污蔑正道宗师。柳宗主一生除妖卫道，济世渡人，功德昭昭。反观此子，能化妖形，能驱万妖，祸乱朝堂，搅动苍生，
他不是万妖邪主，谁是？万妖邪主祸乱天下，是他谋害柳宗主，纵妖为祸。不用再说了。可是他们众口铄金，击毁箫鼓。这世间最锋利的刀，从来都是人心口舌。我们去哪儿？很好，柳长生死了，从此天下所有权贵都会把妖祸算在你萧逸头上。去吧，我在皇城等着你。萧逸，你还是和12年前一样天真。你以为杀了我就能救这些妖？他们的命从来不属于自己，维持着天下太平的，本就是该他们的命。你不是想知道的真相吗？青云宗这些年确实炼过长生丹，可是你真以为所有妖和妖邪和本源都被拿去炼丹了吗？错了，被炼成长生丹的连3成都不到。那剩下的妖兽本源去了哪里？送去了5个地方：北境雪山、南方洪泽、西域火窟、东海风眼，还有皇城地底，那是镇守大燕国运的5座阵眼。皇城地下那座，则承托整座京城地脉。妖兽本源正是滋养阵眼的至宝。不可能，镇国大阵乃是先帝时期便存在的护国神阵，怎么可能靠妖兽性命维持？柳长生一定是在骗人！你是将死之人，故意编造这些话挑拨人心。不错，此僚罪行败露，临死之前还想动摇大燕根基，其心可诛。你说5座阵眼以妖兽本源为燃料，证据呢？证据。青云宗每年会向5座阵眼输送妖兽本源，北境需要的最多，皇城其次。如今长生法相被毁，宗门地牢中的妖兽也全部脱困，原定送往阵眼的本源自然中断。没有新的妖兽填进去，那些阵眼还能撑多久？这不是青云宗能够伪造的动机。柳长生说的，至少有一部分是真的。过不了多久，北境妖潮便会越过雪山，南方洪水会吞没城镇，西域地火也可能再次喷发。嘿嘿，萧逸，这便是你拯救万灵的代价。你拿什么维持5座阵眼？拿什么保住那些城池？还是说，为了你口中的公道，死多少人都无所谓？这套阵法是谁布置的？断魂阵又是谁教给你的？你终于知道怕了。是谁？他就是不好！长生没有说谎，这天下的太平真的建立在无数妖兽被抽干本源之上。柳长生一死，
妖核崩毁，压制丹毒的力量也随之消失。如今妖兽的怨念残魂于本源，正从他们体内疯狂反噬。手臂没有受化，身上也没有长生丹气息。丹毒在借血气传播，一旦让毒物扩散下山，不只是吃过长生丹的人，普通人也会中毒。扶摇，召集所有还能行动的医者，先将没有异变的人带到上风口。你要一个人压住丹毒？不是一个人。玄甲青牛。用湿布遮住口鼻，不要碰地上的暗色污渍。再敢磨蹭，我先拿你问责。站住！再往前一步，我可不保证他还能安然无恙。周崇礼，他只是个孩子。别说了。本官服下的明明是长生仙丹，怎么会变成现在这样？让孩子过来，都留在原地，再准备一头飞行灵兽送本官下山。到了山门，本官自然会让他回去。灯火、残墙与四下奔逃的人影，正是暗影狼最适合行动的地方。万灵之力，暗影狼。人呢？你口中的妖兽，至少还知道护住同类，你连妖都不如。木人，带他走。让开！先救中毒的人。能压住吗？只能暂缓。长生丹以不同妖兽本源混炼，丹毒也各不相同。想要彻底化解，必须用冰魄草、净血藤和三叶灵芝重新配药。青云宗药库里没有，已经被柳长生用光了，剩余药材全在太医院。可就在半个时辰前，太医院已经封锁药库，没有朝廷手令，任何人不得取药。验场中的丹毒仍在扩散，太医院却偏偏在此时封锁救命药材，这显然不是巧合。先用现有药物拖延，这里交给你们。什么东西？那是一只灵狐。你们继续救人。视线可以被欺骗，气味却不会。你为什么现在才回来？小雨，你救了那么多妖兽，为什么偏偏救不了我？万灵从未认可你，你只是借用我们的力量。等你失去卷轴，我们都会离开。找到你了。他拼死夺下阵牌，不逃深山险地，反而执意奔赴京城贫民聚居的弃民巷，并非为妖族私利，是想救人，或是救被困的妖。别动！暂时不杀你。
国师救命施恩！国师大人果然是我大燕定海神针。若非国师及时赶到，今日不知要死多少人。青云宗私炼长生丹，猎杀妖兽，无害百姓，证据确凿。周崇礼伏诛。州府产业立即查封，所有购买服食长生丹者，一律登记审查。参与炼丹、猎妖、销毁证据之人，无论官职，无论宗门出身，全部押入镇妖司大牢。是，国师明鉴，我等并不知长生丹是由妖兽炼成的，都是柳长生欺骗我等。知不知情，自有审讯。在真相查明前，任何人不得离开。愿意离开的妖兽，可以离开。今日我不追杀你们，也不会强行将你们送入阵眼。齐无言竟然真的开放结界，任由群妖离开。青云宗不过是浮出水面的棋子，真正的根基深埋皇城地底。唯有入皇城，探地底阵眼，方能彻底破局。此地事了。我们即刻动身前往皇城。萧逸释放无罪妖兽，可以称为善举，但他身怀万兽卷，可化万妖之形，也能驱使大量妖兽。如今镇国阵眼崩溃，天下灾祸将起，若任其自由行动，谁能保证他不会为了妖兽置天下百姓于不顾？自今日起，萧逸暂列大燕最高威名录，以万妖之主之名，通缉天下。谁？你受伤了，伤口又裂开了。我叫白离，3个月前，人族灭我狐族，掳走幼狐，我夺阵牌，只为找到他们。从那以后，我再也不信人族。大青牛离开之前，给我留下了3包药。第1包救了巷口的阿婆，第2包给了染病的小石头，这是最后1包。你不让我碰，那你自己服。不过你的腿好像动不了，还是我走吧。疼吗？忍一下，很快就好了。他们是来抓你的。开门！镇妖司巡查。路上，他们很快就会走。这里为何有血？我今日切药材时不小心擦伤了手。你一个看不见的人，还想在镇妖司面前遮掩？这里没有药水，你们不能随便翻我的东西。滚开！妖狐，他藏在这里。你在保护我。在左边，不对，他在屋顶，那里还有一只。你为什么不逃？你身上有这么多伤，还拼命护着怀里的东西，你是不是也在等一个
再也回不来的亲人。神族果然只会抢夺和奴役。发现妖兽望月灵狐，姓名白离，当前可执行镇压收录。你和那些人没有区别，都想将妖兽锁进笼中，夺走我们的力量。我确实可以把你强行收入圈中，但那样做与镇妖司给你套上锁链没有分别。他往里面跑了！看清楚，是我！幻术，全部闭眼，以锁妖灵变位。你是不是很难受？再这样下去，撑不过10息。不要出去，你的伤还没有好。只要跃出去，凭最后一丝月影之力，定能逃走。不过这个瞎子，同样的幻术，第2次便没用了。你追得倒快，是他救了你，与你无关。人族之间的安危，不是你们最在意的东西吗？我倒要看看，所谓的万灵之主，会不为了抓住我，让一个普通人陷入险境。你在青云宗也用过同样的手段，万灵之力，暗星狼。你若敢碰他们，我若想害他们，刚才便不会拔掉你的镇妖剑。你们刚才说幼狐被人抓走了，他们也是你的家人吗？3个月前，镇妖司围了望月湖谷，他们杀光所有能够反抗的族人，只留下几只尚未化形的幼崽。我一路追到京城，却始终找不到他们被关在哪里。直到那块阵牌出现，我才从里面味到了幼狐的气息。让我看看，你可以自己催动它。想知道幼狐在哪儿，这是唯一的办法。那些孩子也病了吗？寒脉症，而且不是普通病症。太医院曾用这些方法研究寒脉症，这些孩子是失败后的留下者，他们只能依靠望月灵狐的暖灵维持生命。那又如何？他们抓走我的族人，我只要救走幼狐。现在强行带走幼狐，这些孩子活不过1刻钟。难道就要让我的族人被他们慢慢抽干？当然不能，救幼狐，也救这些孩子。说的容易，镇妖域就在皇城内城，由镇妖司与太医院共同看守，里面还有国师府布下的阵法。那便进皇城。居师府令，明日5时，将3只望月幼狐转运北境。北境镇国镇眼急需月华灵犀。明日。镇妖域关着狐族幼崽，太医院控制着单独解药，皇城地底还藏着镇月玄龟与5座镇眼的真相。看来这座皇城，我非进不可。
萧逸，本座看你这次还能逃到哪里？封住所有巷口。是。萧逸身负朝廷通缉，望月灵狐盗取国师阵牌，凡有包庇者，与妖邪同罪。所有人出来，逐户搜查。出去，出去。躲回去。他们已经知道你在这间屋子里，我出去，他们才会暂时不往里搜。你出去只会被他们抓走。你是不是听不懂？他们不会因为你是个瞎子便放过你。可你现在连路都走不稳，总得有人替你争取一点时间。这里有人！方才的望月灵狐藏在何处？他跑了。往哪里跑了？东边。一个瞎子也看得见妖兽向东跑？我听见的。还敢说没有？我只是听见那只妖狐藏过你的屋子，你身上的妖气就是证据。卧藏妖兽，协助逃犯，带回镇妖司审讯。现在离开，也许还能活下去。放开他！妖狐现身了！别出来！愚蠢的人族，连自己都护不住，还想替我挡道？月神幻境！百里，快走！都是幻象。你果然没有离开，连一个手无寸铁的姑娘都要抓，镇妖司如今只剩这点本事了。窝藏妖兽便是罪，他是否无辜，应由镇妖司审讯后决定。你自身难保，还有心替婆人出头。还能维持幻境多久？3息，足够了。万灵之力，玄甲青牛，撼地！保持阵型！追！每一道都有妖气！父亲我。快追！别让他们跑了！封锁皇城所有入口。他们既然要救真妖狱中的幼狐，就一定会进内城。本座在皇城等他们。我不是让你走吗？你又不是我的主人，那你为什么回来？我只是讨厌欠人情。哦，原来你是为了还药。只是一包破药罢了。你从出生起便看不见？不是，小时候生过一场病，醒来以后眼前便只剩下黑色，
你想重新看见吗？当然想。不过许爷爷说我眼睛里的经脉已经坏了，寻常药物治不好。我不能治好你，但望月灵狐一族有一门神通，可以将自己的视野暂时借给别人，不要抵抗，月华共识。原来你长这个样子，真可爱。哼。这就是月亮吗？你做什么？我已经看见了月亮，这便够了。你不想一直看见？想。那为何结束共识？因为这是你的眼睛，我不能因为自己喜欢光，便要求你永远留在我身边，替我看这个世界。镇妖司已经知道我们的目标，明日午时之前，皇城各处入口都会被严密封锁。那便今晚进去。内城东门每日寅时会放太医院运药车入城，冰魄草与净血藤也会从那里送进药库。太医院距离镇妖域只有2条街，取得解药后可以直接潜入镇妖域救诱。不是午时，只剩2个时辰了。停车，开箱检查。扶摇、徐和天和小满留下救治百姓，百离跟我入城。你信得过我？我不信你，但我相信你不会拿幼狐的命开玩笑。最后一辆，开帘。批师有令，交易今夜必闯皇城。所有入城药车拆箱重查，封锁东门，所有药车不得移动。所有车夫下车，站到墙边。那是照妖镜，只要净光扫过，任何妖气都藏不住。能照见妖气，未必能照见影子。这里有人！别杀我！我只是想混进内城。军师已经算定，萧逸今夜会借太医院药车进入皇城，任何人不得疏忽，发现异常，先斩后报。你先走，我的月影可以拖住他们。你若能拖住国师府的人，便不会被一支镇妖剑伤成这样。那你有什么办法？万灵之力，暗有狼。你怎么把？你不是最擅长骗人吗？冰魄草4箱，净血藤2箱，双月草6捆。这里是空的。只是双月草，照妖镜。大人，照妖镜受到阵令干扰。平静，先矫正阵纹。没有问题，放行。那块令牌怎么办？假的，方才坠到照妖镜前的，只是万灵卷以因果灵光凝出短暂投影。你从一开始就打算偷他的通行令。太医院运药车继续前行。
镇月玄龟就在下面，至少他的力量还在。先去太医院拿到解丹毒的药，再进镇妖域。我要先救幼狐。幼狐与那些孩子的命连在一起，没有解药和替代灵阵，你现在闯进去，只能选择让谁先死。冰魄草送往寒脉院，净血藤全部封存。三叶灵芝与月碎花直接送入地下药库。解药就在这里。太医院与镇妖域之间，果然有直接往来。幼狐的气息很淡，在地下。这里不只是存药之处，还是5座镇国镇眼收取妖兽本源的中转地。阿雪，别动！我是推算的没错，万灵之主果然会先来太医院。萧逸，老夫等你很久了。太医院院判孟木乃，就是你抓了他们。望月灵狐天生蕴含暖灵，可压制寒脉之毒。这3只幼狐救活了17个孩子。用我族人的命换人族的命，也配叫救？百里，停下！你做了什么？寒月同命阵，幼狐的暖灵维持孩童心脉，孩童体内的寒毒又反过来稳固幼狐妖核。杀了我，破坏阵法，或者强行带走任何一方，20条性命都会同时断绝。萧公子以为老夫做错了吗？发现阵法：寒月同命阵，望月灵狐，暖灵流失，妖核衰竭，是药孩童，寒煞入髓，心脉冻结。你没有救他们，你只是不想让珍贵药材死得太快。若老夫不这么做，他们连这2个月都没有。所以他们还该感谢你。你们总喜欢给人2条路：牺牲妖兽孩子活，救走妖兽孩子死，然后站在一旁逼别人承认你们的选择才是对的。世间许多事情本就没有两全之法，那只是因为你们从没认真找过第3条路。这些孩子不是单纯服药中毒，你们在拿他们试验皇城地脉里的玄寒之气。那口井下面是什么？不能说。拿下萧逸，万寿卷必须完整送到国师府。暗影狼，幻灵之力，暗影狼。老夫研究过，暗影狼借阴影遁形，只要封住影中灵犀，你便无处可逃。现在，万灵之力，玄甲青牛阵地。百里，把你的月华注入幼狐，继续输送暖灵，只会让他们死得更快。不是输给那些孩子，我要逆转战法，将寒毒全部引出来。
万灵之力，灵泽水龙。冰魄草压制寒毒，净血藤疏通血脉，三叶灵芝护住心脉，把药全部取来。停下！寒月同命阵一旦逆转，黑井中的地脉寒煞会全部涌出，那就连井一起封了。寒月同命阵已解除，是药孩童暂时脱离危险。望月幼狐妖核停止衰竭，药力仅能维持3日。百里姐姐，我来了，不会再让他们带走你们。怎么可能？这座阵连国师都说无解。不是无解，只是你们更习惯牺牲最弱的一方。他抓走我的族人，让我杀了他。他活着比死了有用。镇妖域的运输通道在哪儿？你若不说，我便自己找。不要碰！我不是来放他回城，他的龟甲已经撑不了多久，再继续抽取本源，皇城一样会塌，所以更不能让世人知道。只要你忘记玄龟向你求救，天下人便只会记得是你想放出妖兽，毁灭皇城。九牙说谎了。这是太医院通往镇妖域的地脉要道，运输队已经提前出发。果然还有一只成年望月灵狐。万灵之力，暗影狼。你不是让我别冲动吗？现在知道自己冲动了。她是我妹妹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她被送进阵眼。那便活着追上去。上来！万灵之力，泰坦巨猿。开启地脉闸门。撞上去，我们都会死。那便不撞。万灵之力，灵泽水龙。
万灵之力，太堂巨猿。你经常这么进城？第一次。那你就不怕摔死？我死之前，你肯定先飞出去。启动月华灵轨，转入皇城振兴路线，继续前送。姐姐，拦住他！朕。万灵之力，引罡虎。旱地。姐姐，别管我。闭嘴！虎谷已经只剩我们了，我绝不会把你留在这里。国师朕令抽取月华。不能再等了，若再拖下去，月儿会撑不住的。又是这一套，你们就不能换点新花样吗？既然囚车需要月华之力，那就给他一份假的。假的月华？你的月影能骗过人的眼睛，我的万灵卷可以骗过阵法。就是现在！万灵之力，电雷师。姐姐，别说话，我们回家。替代只能维持半刻钟，半刻钟之后，地脉阵法依旧会失衡。那便离开皇城。不行，你们以为这里是想来便来、想走便走的地方？万灵之力，灵泽水龙。这不是眼神。万灵之主，12年了，你终于又回来了。发现上古妖兽，镇月玄龟，状态拼死，存活时间3日，只剩3日。12年前便只剩100年寿元，他们嫌太慢，于是往我体内钉入5根噬灵镇柱，将100年寿元压缩成12年，
换取更强的地脉之力。300年前，我曾自愿镇守皇城，那时地脉崩塌，百姓将死，我已龟甲成城，约定100年后便可离开。可100年之后，皇城越来越大，他们说再等10年，10年后又说阵法不能没有我。到了最后，自愿变成了理所应当。12年前，你向我求救，你发现我体内的噬灵镇住，想暂停五阵，替我拔出其中一根。齐无涯不允许，他怕阵眼波动，怕百姓恐慌，更怕天下人知道大燕国运建在一头妖兽的尸骨上。既然玄龟是五阵根基，为什么还要不断往阵眼里送妖兽本源？因为我的力量已经不够了，为了不让我立刻死掉，他们便将其他妖兽炼成本源，反过来填进我的身体，用妖兽的命续我命，再用我的命续这座天下。你这一次来是要救我，还是杀我？检测到万灵卷整靠近核心，启动镇国守卫。这些妖核来自狐族。奉国师法令，擅入朕心者，杀无赦。万灵之力，暗影狼。万灵之力，泰坦巨猿。这锁链能吸取妖兽本源。万灵之力，灵泽水龙。这些傀儡与镇柱相连，镇柱不断，他们便不会真正死亡。不能全部斩断，但可以暂时切断其中一根与守卫的联系。万灵之力，紫电雷师。皇城镇柱受损，地脉稳定度下降，请立即停止。萧逸，继续破坏，皇城会塌。我不是要斩断它，我要剥离的是驱使他们的阵纹。此体惊魂。
断魂阵并不只用在你身上，皇城里所有见过弟弟真相的人都被这根阵柱改写过记忆。包括谁？镇妖司统领魏千山，太医院院判孟关兰，还有如今的大燕皇帝。忘了今晚。从今以后，你只需记得，沈清已与妖族暗中往来，最终死于万灵之主之手。沈清逸。他没有死。你说什么？他的气息并未彻底消失，齐无涯夺走他的关灵之瞳，却让他继续维持皇城阵法。关灵之瞳能察觉灵脉异变，也能分辨被重新覆盖的因果。12年前，他被带入皇宫深处，此后我再没有感受到他的气息。幼狐已经救出来了，我们必须马上离开。现在走，皇城会塌。所以呢，你也要把月儿重新放回去。不会，我既然把他救出来，就不会再将他送回阵眼。但外面那些百姓同样不该死。你还有什么办法？我需要力量稳定皇城地脉，但我不会命令你们。愿意帮我的可以留下，不愿意的，现在便可离开万灵卷，重入轮回。他们为什么愿意？因为这一次是他们自己做出的选择，自愿保护别人与被迫成为产料从来不是同一件事。万灵共生阵初步构建。原来真的还有第3条路。这不是解决办法。他们留下的力量只能维持7日。7日之内，我必须找到完整的5阵结构，彻底斩断以妖兽本源博养阵眼的体系。拿去，这是我的本命玄甲，凭它，你可以进入5座阵眼的核心。获得镇月玄甲，5阵核心通行权限开启。剩余核心：北境、南疆、西域、东海。小易，你果然还是找到了这里。用残魂暂时代替本源，的确比12年前多了一些手段。你早就知道沈清逸还活着，他若死了，5座阵眼早已崩溃。他在哪儿？等你证明自己能找到真正的替代之法，我自然会让你见他。你拿他当人质？不是人质，是保证，保证你不会为了救一头妖兽，置天下苍生于不顾。你才是拿天下人当借口的恶鬼！把玄甲与万灵卷交给我，今日之事，
我可以当作没有发生。你觉得可能吗？那便只能让你留在这里。万灵之力，灵泽水龙。百里，带月儿进水道。万灵之力，死电雷丝。万灵之力，暗影狼。齐无涯，7日之内。我会找到不用牺牲任何一族的五阵之法，到那时，我会带着沈清仪和镇月玄龟，亲手拆掉你这座以鲜血维持的太平。你为什么放他走？因为7日后，北京阵眼必然熄灭。他若救不了北京百姓，便会明白，有些牺牲不是选择，是代价。找到玄龟了吗？他是谁？沈清仪，你的母亲。他还活着，但在救他之前，我们必须先去北京。上古妖王即将苏醒。